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课程。本期课程主要讲述商城管理系统后台的管理员权限的设置以及安排管理。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具体的现实，每一个大型的管理系统不可能由一个管理员来满足整套系统的运营或者操作。就好比说，比较大型的这种站点系统，那么它背后肯定会有庞大的一个团队来支撑着。那么既然有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来支撑，那么每个人的身份、角色跟权限就已然就会不同了。那当然，一个好的系统的背后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管理员的权限划分以及监督系统。好，那今天我们来讲述一下商城系统现在目前的一个权限设置的方式。首先，在设置这个管理员之前，我们要先给每一个管理员配置一个角色。什么叫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先来添加一个尝试性来添加一个角色假设我们今天要添加的这个角色呢，叫做网站的运营人员好了，就是美工员好了，好吧？或者是说他是一个专门上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管理员。我们假设给他上一个商品管理员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来描述一下，商品管理员主要从事商品的上架、下架以及日常的维护工作。好，那么假设我们现在给这个角色定名为商品的这个管理员。那么针对这个商品管理员，那我们就要给他一些权限啦，因为光一个商品管理员不可能去拥有整个系统的权限，对吗？好，那假设我们现在跟商品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商品管理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商品管理员应该可以添加商品嘛？那是肯定的。好，然后商品的删除、恢复、分类的添加、编辑。一般正常商品管理员是不会涉及到这个商品的分类、添加跟编辑的，这个应当是由运营中心的高管来设置整个系统的这个商品分类的。好，那包含删除。好，那我们就不浪费大家时间。那每一个管理员的权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如果说假设这个商品管理员他涉及到的商品的一些权限，你只要赋予他这个权限的时候，你只要打勾就可以了然后你不赋予他的权限就千万不要打勾。那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勾选，因为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个平台的运营管理中心，他们赋予到每一个身份角色的人的权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设置。好，那我们依然还是以这个商品管理员来进行设置。我假设我这边随意的勾选一下吧。好，我这边随意的勾选一下。好，那么好了以后呢，就可以点击确定。这样的话就多了一个权限，叫做商品管理员的权限。我要先给它编辑一下这个就是测试使用的要不然到时候操作员可能会误解掉，怎么多了一个凭空冒出的一个账号出来。好，那当然除了商品管理员以外，我们可以再设置比如说财务管理员。那么财务管理员又有分类对不对？比如财务的出纳、财务的会计、财务的整体管理，或者是订单财务等等这样的一个小角色的设立也可以其实分得越细越好啦。那当然也要视实际情况比如说每一个企业它在操作管理的过程，安排在系统后台管理的人员的人数以及分工取决到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那么现在管理员有了以后，这个角色有了以后，那我们要去添加一个出来那么添加管理员的同时，我们就要点击在管理员列表点击添加管理员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给他一个用户名，比如说商品假设我们假设定一个名字，它的用户名叫 shopping
好吧，一个叫 shopping 的001这样的一个账号。好，那我们要给他一个邮箱地址，然后再帮他设好密码啊，假设123456啊。那么在角色选择这个部分，选择商品管理员，并且点击确定就可以了。这样我们就成功的为后台添加多出的一位管理员，叫做商品管理员啊 ，shopping 001啊。好，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列表啊。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会给他进行这个调整。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老板派了一个任务，说，这个也归你管吧，那我们再点击分派权限，重新再给他赋予一个新的任务，一个新的管理的板块跟权限，这样的话，你随时就可以变动这些权限。那当然，我们在设置总管理员或者是技术管理员的时候，最好是把一些重要的权限分开，比如说总的这个技术后台管理员，他不应该涉及到财务，但我们就不要给他赋予一个财务身份，好，或者赋予一个财务权限，好，依照你本身的岗务职责来进行设置，这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管理员日志的部分。其实每一套好的系统的背后，对于每一个操作人员或者每一个板块的管理人员，都会赋予一个所谓的操作日志。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在未来追溯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快速的就可以查询到，哪一个动作是由哪一个操作员操作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这个会员明明没有充值，是谁给他偷偷充值了？那我们除了排查这个账户的权限以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权限管理日志来查询说哪一个管理员做了哪一步的操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假设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E， 他给老师的这个账号上充值了。好，那这个时候他是在哪里做的呢？通过他的 IP 地址，我们可以大概知道他是在家里、在公司或在外面的网吧等等之类的，我们会有一个 IP 地址的获取。好，可以知道他在什么位置来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具体这个人有没有去操作，还是说密码外泄了等等，我们也可以很迅速的去判断，并且去查找到原因。好，我想这个就是管理权限的一个主要的开设目的。好，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管理员与管理员之间可以通过发送留言，就是内部的发送留言，可以留言给其他的管理员，这是为了便于能够联动合作来完成一个任务。他当然也可以发给其他的这个店铺，比如说我们现在发个 ME 给他的一个信息OK， 好，那我们来告诉他，今天发现很奇怪的事情。什么事？没事，我在测试。好，假设老师随便留一个言点击确定以后，刚才我们所选择的管理员账户就会收到我们的留言。这样的话，相互之间就像内部的一个 messaging 一样，可以相互的沟通。好，可以简化我们很多的方式跟时间。好，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OK， 那这样的话他就收到了好，那今天的这个管理员的权限表就讲到这里。那么下次有任何问题一样，给老师发邮件，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老师看到会给你第一时间的回复。那我们下个课堂再见，拜拜。